上个月有一个新闻，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关注到，在美国德州有一批偷渡者躲藏进卡车，在行驶途中活活被闷死。我们都知道，偷渡不仅是违法行为，一路上还要面临着无数想象不到的苦难。为此，悲剧也时常会发生，像扒火车、挖地洞、爬下水道，还有的把自己伪装成为了座椅，什么千奇百怪的偷渡方式都有，只怕你不敢想。然而在这里，危险系数最高的就要数扒飞机了。这是要模仿阿汤哥的名场面吗？而让人唏嘘的是，这位偷渡客年仅14岁，最终没能平安降落，也算是在意料之中了。听到这儿，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好奇，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惜选择了这样高难度的偷渡方式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少年偷渡者。冒险是青春不可或缺的因素，年轻人爱冒险更不是什么新鲜事情。14岁的基斯·萨普斯福德也不例外。他从小在悉尼郊区的兰德威克长大，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基斯爱上了旅行，那种自由行走在路上的感觉更是深深地吸引着他。因此，基斯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走遍全世界。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，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查尔斯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。他和妻子经常会组织出国旅行，尽可能地带上儿子去冒险。可是每当旅行结束，回到家的基斯就会表现得非常失落，他无法接受冒险之旅的结束，恨不得再次上路，朝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。可即使不考虑经济，父母们也有工作，基斯也还有学业要完成，频繁旅行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不大现实的。在父母眼里，基斯整天都想着往外面跑，非常的不安分。不管怎么说，再爱冒险也不能没有节制和规划。而处于青春期的基斯不仅听不进去父母的劝告，反而更加的叛逆。他不甘心，觉得内心自由的灵魂就这么被父母束缚住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查尔斯也很头疼，他担心基斯会偷偷的跑出去，又不知道该如何管教孩子。很快，他和妻子就得知有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，或许能够纠正基斯的行为。可事实证明，物极必反。1970年2月21日，基斯在寄宿学校坚持了几个星期，终于待不住了。他制定了一个出逃计划，当然也绝对不是逃回家这么简单。他要的是独自流浪。基斯从不担心钱的事情，也没有准确的目的地，他享受的就是冒险的过程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话说，看到这儿，我竟然有一丝丝羡慕，这是一颗多么难得的自由之心。可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当天，基斯只穿了一件短袖和一条短裤就开启了冒险之旅。如果搭顺风车，根本去不了多远，还有可能会被发现。于是他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搭飞机。2月22日，身无分文的基斯偷偷潜入悉尼机场的停机坪。此时他注意到一架道格拉斯 DC-8 正准备登机，这对他来说可是绝佳的机会。就这样，基斯偷偷摸摸地潜伏到了飞机轮子旁，顺着起落架就是一顿爬，躲进了轮舱当中，静静等待着飞机启程。当道格拉斯 DC-8 起飞后，飞机打开了轮舱，收回起落架。很明显，基斯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流程，所以他直接从60米的高空当中跌落到了地面，死相惨烈。而谁又能想到，就在刚才这一系列的作死途中，摄影师约翰·吉尔平就在不远处。和往常一样，每到周末，他就会来到停机坪附近拍照。不过事发时，他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直到1个星期后，冲洗完照片才发觉自己竟然拍到了一个少年从飞机上掉下来的身影。后来，专家检查了飞机，确实在轮舱内发现了基斯的手印和脚印，以及衣服上的纤维，这才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而另一方面，自打从学校出逃后，查尔斯和妻子就在第一时间接到了学校的电话，他们心急如焚，找遍了亲戚和基斯所有的朋友，仍然不知所踪。直到失踪的第3天，警察通知了他们基斯的死讯。让查尔斯无法接受的是，自己前段时间才刚刚教育过儿子，几年前西班牙就有一个男孩躲在飞机轮舱里面，结果去世了。警告他不要四处游荡，没有计划的出行，很容易就会让自己陷入危险。但是叛逆的基斯怎么会听进去这些劝告呢？查尔斯为此非常自责，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告诉儿子那个死亡案例，警告反倒成为了示范，不然基斯很有可能就会换个偷渡方式，至少可能会平安的活着。14岁、偷渡者、飞机这几个关键词结合在一起，真的是大写的离谱。不过更让人痛心的是，即使轮舱没有重新打开，基斯能够安稳地躲在里面，他基本上还是死路一条。因为一旦飞机进入高空，基斯就要面临严重的低温和缺氧。而且当天的航班是从悉尼飞到东京，要飞将近10个小时。基斯只穿了短裤和短袖，怎么能够撑得住？恐怕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拍。
不可否认的是，基斯很有冒险精神，但他只想着要冒险，没有考虑到旅行过程当中的现实问题，从而自己把自己引入了危险绝望的境地。他甚至都不知道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在哪里，冲动之下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可惜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就在一念之间消失了。据一名机长透露，想利用飞机偷渡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，偷渡者通常也喜欢躲在轮舱当中，但是只有极少数才能平安到达，而且前提是飞行距离较短，偷渡者年轻身体好，想想就让人后怕。就算偷渡者再有所准备，恐怕也是无济于事，因为他们不得不面临压伤、冻伤、丧失听力、视力受损、头晕、昏迷、缺氧、低温等症状。随着飞机的爬高，人体内的血氧水平会逐渐的下降，那肺部更是煎熬。另外，飞机在着陆前，轮舱还会重新打开，到那个时候，失去知觉的偷渡者会直接坠落而亡。这么一听，简直就是自杀式的偷渡方式。那如果说基斯的飞机偷渡冒险算是上世纪的历史教训，近几年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案例呢？你别说，还真的有。在2019年6月30日下午3点半左右，约翰·鲍多克正在家后院享受日光浴。此时，肯尼亚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正飞越上空，准备降落。突然之间，听到了砰的一声，一具冰冻的尸体从天而降，坠落到距离他只有1米远的地方，冲击力相当的大，后面的墙上都是血。邻居都被这动静给吓坏了，更不要说近在咫尺的约翰。那是一具男人的尸体，穿着蓝色的短袖和牛仔裤，全身就像是冰块一样邦邦硬。据了解，死者是一名神秘的偷渡者，他潜入肯尼亚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，躲进了轮舱。由于缺氧，死者很有可能在起飞后20分钟就昏迷了，或者是因为低空失去知觉，反正最后在下降过程当中坠落而亡。可悲的是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这位死者的真实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谜。2014年4月20日，一位15岁的少年叶海亚·阿卜迪躲在一架从加利福尼亚飞往夏威夷的飞机轮舱中，最终幸存了下来。回忆起自己的这段经历，叶海亚称自己在高空中看到的海洋非常的震撼，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模仿，毕竟生死就在这一瞬间。当天凌晨1点，叶海亚翻过机场围栏，潜入了圣何塞国际机场的停机坪，躲躲藏藏了6个小时后，他终于选了一架波音767飞机。起飞时，叶海亚躲在轮舱里面，紧紧地捂住了耳朵。此次航班一共飞行了5个半小时，在11582米的高度，氧气稀薄，气温又降低至冰点，叶海亚几度失去知觉。然而，最终他还是活了下来，成功地抵达了夏威夷。被机场工作人员发现时，所有人都震惊不已，立刻把他送去了医院。经检查，除了听力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，叶海亚身体状况还算良好。新闻一出，大家都把他称作为幸运儿，被上帝眷顾的人。可是如此冒险的旅行，他究竟有什么非去不可的理由呢？原来叶海亚这次的冒险只是为了能和母亲团聚。7岁那年，父母离婚，叶海亚就和父亲一起生活。可是继母对他一点都不好，他讨厌这个家，每天都意志消沉，心情低落，所以就有了离家出走的计划。这次叶海亚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要去非洲看望亲生母亲。这架前往夏威夷的航班是他能够选择最往西面的了。按照原定计划，叶海亚成功到达夏威夷之后，还要继续蹭飞机，直到和母亲团聚。这真的是太疯狂了。虽然他平安无事，但他的家人还是感到后怕。那看完上述的这些案例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机场安保好像是不存在的。平时我们要坐飞机，都会经过层层安检。偷渡者到底是如何突破重围登上飞机的呢？通常来说，大多数偷渡者选择的都是严密性较差的机场，像是装载行李、修飞机的工作人员，一般也只会忙着自己手头上的任务，不会在意停机坪的异常情况。另外，工作人员确实要对飞机进行检查，但有的时候并不会精确到每个角落，所以只要偷渡者有心，还是能够避开工作人员的视线，蒙混过关的。可惜幸运儿毕竟只是少数，就像可怜的基斯，空有一颗追求自由的灵魂，却做出了最疯狂、最错误的决定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未来他会有大把机会去冒险，可却早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总之，生命只有一次，千万不要在死亡的边缘试探，否则终将后悔一生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你们还听说过有更加离谱的偷渡方式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真人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